几个女人，给我捉上山！快走吧，宁贵妃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娘娘，外面好像没有这么乱了，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被叛军占领。方才我们遇到的应该是山贼，借着战乱趁火打劫，不会逗留太久。只不过，长公主的叛军应该已经快进城了。娘娘，我们身边已经没有侍卫了，在叛军没来之前，我们回宫吧。不行，我来是干什么的？我必须要亲眼见到严宽和严正才行。只不过，目前的确需要皇上派人来支援我，得有人回宫去汇报啊。我去。你？我回去给皇上送信。班灵儿，回去的路上很有可能会再次遇上山贼，你不害怕吗？我可以的。好，那就你去吧。不过路上要多加小心。我给你乔装一下，应该会安全很多。是，娘娘。冰大哥，我是宫里的宫女，劳烦您送我一程吧。姑娘，你……我是皇上身边的宫女，我现在着急回宫，请送我一程。在这里放我下来就行。我送你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跑回去就行。班灵儿，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怎么上气不接下气的？不是，皇上驾到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班灵儿，班灵儿，你怎么了？送班灵儿去太后那边歇息。是。皇上，宁贵妃在金峰镇遇到了山贼，现在躲在一个酒楼的地窖，奴婢跑了几个时辰才赶回来。您赶快找人去救他。皇上，战况如何？韩城已被反贼攻破。怎会如此之快？刘老将军那个老匹夫跟朕承诺过，韩城可以守2个月，怎么才区2日就失守了呢？皇上，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，还是思量应对之策吧。皇上，魏大人送来一封密函。皇上，您只需多守2日，臣的大军就会赶到。好，魏广的大军2日后便可抵达韩城，来是我们2路夹击，杀反贼一个措手不及。皇上，敌军已经推进到燕都近郊了。怎么会这么快？敌军未到，但我军士兵已经先逃走了。军中流言说，皇上您说，当日先帝并没有传位于皇上，而是传位于广定王。如今广定王带着天兵天将讨伐皇上，岂有此理！拿朕的盔甲来！皇上，万万不可！报皇上，皇上，广定王派来使臣，说愿同皇上和谈，但之前条件不变，
而且定要公告天下。皇上，找到宁芝了吗？飞虎营的人已经去接应宁芝了，不过韩城泄露，朕还没有什么消息。有飞虎营的人在，宁芝不会出什么大事的。长公主的人不会抓住宁芝吧？皇上，皇上，皇后，之前你曾跟朕说过，你掌管后宫多年，已是身心疲惫。后宫人心太平，你何不借此好好的休息一下？后宫的事可以交给宁芝来处理，如果宁芝迟迟未归的话，可以交给赵妃。赵妃是后宫的老人了，规矩还是懂的。皇上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长公主与朕的和谈条件，你应该很清楚。朕希望你能够成全朕。皇上的意思是将臣妾打入冷宫。你放心，这只是权宜之计。等形势稳定之后，朕一定会恢复你的后位。朕这么做也是为了天下之苍生，如此一来可以免去一场战事。皇上，你为什么不相信魏广？魏广说了，2日后他便会带兵回来。他既然这么说了，他就一定会回来。朕当然相信魏广，但天有不测风云，若有差池，我燕都岂不落入长公主之手？到时候再和谈，就晚了。数万大军驻守燕都，难道还抵挡不了长公主那群乌合之众吗？区区2天，将士们一定守得住的。若是守不住呢？我燕都黎民百姓数10万，你让他们也陷入战火，陷入绝望之中吗？皇上左一句天下苍生，右一句黎民百姓，这么大一顶帽子扣在臣妾头上，看来真的是让臣妾不得不退呀。朕真的是无计可施了。但凡有别的办法，朕绝对不会废除你的后位的。如今，你做出这么一点小小的牺牲，就可以换回天下太平，这何乐而不为呢？可是皇上是不是太天真了？废除皇后，长公主真的能满意吗？朕与你结发20年，尊你为后，你享尽这天下荣华富贵，如今就让你做这么一点小小的牺牲，你都不愿意吗？皇上，不是臣妾贪恋后位，不想退位，而是魏广在信里写得很清楚，不可废后。如果废后，这是中了长公主的计，而此刻大梁最该做的，便是让天下百姓看见，皇上跟臣妾一起携手共进，共同抵抗逆贼的决心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是满口的冠冕堂皇，心中哪有什么天下呀？你真让朕寒心。我可是皇上的心里才没有天下，皇上心里装的只有皇上你自己。你说什么？如果让朕活出性命可以换回天下太平的话，朕绝不犹豫。皇上若真是如此这般大义凛然，为什么要废后退兵？大可以正面迎战。朕不跟你理论了。总之，废后之事已定，朕可以答应你，日后一定会为你复位。但你要懂得识趣，知道什么样的话该说，什么样的话不该说。元帅，皇上方才下旨废除皇后，并将皇后打入
入冷宫。当真？千真万确。这盘棋，我输了。把皇帝给我叫来！太后，来不及了，废后诏书已经昭告天下了。太后，果然，皇上还是陷入了长公主的圈套。继续探查，如果他们的守卫有漏洞的话，我们就立刻回皇宫。是。等等，如果是魏广的话，他一定会审时度势。废后诏书已经昭告天下，就算我赶回皇宫也于事无补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扭转战局，立刻换身叛军的衣服，继续查探严氏兄弟的虚实。我们人数有限，怕是无法偷袭严宽严正。不需要偷袭，探查就好。是。魏广，你和宁芝为什么不阻止皇上，让皇后落得如此境地？宁芝在燕都近郊失踪了，而皇上已经入了严宽的局。我也回天发书，恐怕这一次我们是真的要输了。严大元帅，何事如此高兴？我们赢了一场大仗，当然值得高兴。晚上大摆庆功宴，犒赏三军。我不明白，我们打宁州，打韩城，一路势如破竹，难道仅仅是为了让那个昏君废了皇后吗？论军力，我有80%把握击退严宽。若严宽想赢，只有另找办法，那就是迷信。他要皇上废掉皇后才答应和谈，目的只有一个。他想让全天下百姓都看见，皇上抛弃结发的妻子，其心不忍。若皇上废掉皇后，更是失去朝中正氏一族的支持。皇后虽然在宫中雷厉风行，但在民间威望极高，老百姓抛弃糟糠之妻，尚且会被指指点点，更何况是一国之君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过不了几天，严宽一定会散播谣言，说皇上薄情寡义，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什么都可以舍弃。而以他这种性情，当年抢夺皇位的事情也就坐实了。和昏君谈判，地点就选在广宣宫，让他召集文武百官，不用担心有什么危险，大大方方的进去，光明磊落的要回皇位。元帅妙计。本宫已经不是皇后娘娘了，以后都不用行这样的礼。时辰差不多了，咱们走吧。都愣着干嘛？本宫还没离开这永德宫呢，就开始忤逆本宫了吗？皇后娘娘，按照后宫规矩，您不可以头戴凤冠，身穿凤袍去冷宫。后宫这规矩是本宫亲手所立，现在来跟本宫谈规矩，你们谁有胆量？有本事上来亲自摘了我的凤冠！罢了，我离开这永德宫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回来，也许永远都回不来了。这永德宫终将会成为别人的，往后你们会落到谁的手上，
本宫也不知道，会受什么样的蹉跎，本宫也无法想象。你们伺候本宫这么长时间，临到头了，我也不想为难你们。他也有今天呀！参见皇后娘娘。免礼。谁？皇后娘娘，快进来吧。从前，那么多人受过我的恩惠。现在本宫落魄了，还能想起本宫的，唯有你一人。只可惜，这如此简陋，连壶茶水都没法招待你。娘娘不必灰心，魏广已经依时率军抵达韩城。宁贵妃虽说滞留在燕都附近，但有飞虎营的保护，应该无甚大事。皇上后来是如何昭告天下？说废除我这个皇后的，虽然现在知道了，也不可能翻出任何水花，但我还是很好奇。皇上说您犯了宫规，只能忍痛废后。也对，他还能说什么呢？难道要他承认他自己贪生怕死，连跟长公主一战的勇气都没有吗？我们这位尊贵的皇上，他只敢躲在这宫中，妄想从天而降的太平罢了。和谈定在2日之后，依皇上与长公主的性子，此次和谈只怕会持续些时日。娘娘可能得留在这里一段时间。其实我心里很清楚，打从进冷宫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，这辈子我是不可能再出冷宫了。只是没想到，我亲手立下的规矩，最后会落在我自己身上。不过也没关系，我此生也算是无憾了。做皇后这么久，寻常百姓享受不到的荣华与富贵，我都已经得到了，所以无憾。只是没想到，把我打败的不是后宫的嫔妃，而是皇上。娘娘，只要有一线生机，臣定会救娘娘离开这里。娘娘，这冷宫之中，许多妃子都是因您之故才落到这般田地，她们对您多有怨恨，您一定要多加小心。对付后宫嫔妃的阴谋诡计，我早就已经得心应手了。倒是你，跟长公主相处，一定要处处小心。臣答应娘娘，定会活着回宫。娘娘也要答应臣，他日我们宫中再相见。
一言为定。娘娘，我们只探到了炎症的位置，而且它同时出现在3个地方，我们只能确定一个。这就够了。好，咱们按照计划行事，分为2队，一队先去河边准备船只，另外一队随我去找炎症，待我看清楚他的模样，咱们再返回河边汇合，一同离开。宁贵妃请保重。都起来吧，大家都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宁贵妃，别来无恙啊！还我命来！一切依照此约吧。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我们发现宁贵妃在附近一带出现，虽然暂时还没有抓到她，但她跑不了，有她在手，我们的谈判又多了一个筹码。元帅，我们埋伏在严宽身边的探子来报，严宽他们发现宁贵妃的踪迹，已在加派人手四处寻找。根据停战文书，我军要在6个时辰之后方可进城。若现在贸然进城，停战协议全部作废。6个时辰之内，严宽一定会掘地3尺寻找宁贵妃。我一个人去汉城，6个时辰后，你再带兵入城。严宽军中有多人认识你，一旦被认出，你这是抗旨之罪啊！那又如何？元帅，想要天下太平，就不能再起战乱。再去谈。是。怎么样？皇上，敌军已经停战了，但是全军仍旧挨家挨户的搜查，暂时还不知道他们要找的东西是什么。难道是发现宁氏的藏身之处了？
如果是这样，就麻烦了。皇上尽管放心，宁贵妃有飞虎营的人保护，更何况再过5个时辰，严宽的人就全撤了，宁贵妃一定会逃过此劫。您这吉人天相，一定。停战已经那么久了，燕都近郊就那么大个地方，你派了那么多人，怎么就找不到宁贵妃呢？皇上，近郊现如今乱成一团，许多地方的战火尚未熄灭，难民四处流窜，派出去的人一时半会儿很难找到宁贵妃的下落。不过宁贵妃身边有高手护卫，定会安然无恙的。那和谈这事如何了？他们仍然坚持和谈地点选在广宣宫大殿，2品以上的官员全部都得出席，他们也会派重要的官员前来。和谈本是机密，他们却要在大庭广众之下，还要叫上文武百官参与，究竟打的什么如意算盘？魏广呢？他不是已经回燕都了，
怎么不来见朕？魏大元帅中了风寒，现在暂时还下不了床。等他身体无恙后，速速进宫见朕。是。启禀皇上，皇后娘娘担心宁贵妃的近况，差小人来打听一二。宁贵妃究竟是？既然已经在冷宫了，就不要再操心外面的事。你告诉皇后，宁贵妃的安危，她不用担心。皇后娘娘还说，永伦宫的膳食太过简陋，如今娘娘有恙在身，怕是吃不惯永伦宫的膳食，能否请御膳房改善一二？皇上，臣以为不妥。为了皇后娘娘坏了冷宫的规矩，那皇上为了和谈而费后的心血，可就白费了。当时冷宫的规矩是他定的，既然定了就要执行。再说她现在已经不是皇后了，这样的事情以后不要来禀。是。魏广，你身体如何？我没事。您这有消息了吗？还没有，希望老天保佑。哎，对了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宫？自从皇上废除了皇后，坊间流言都在骂皇上无情无义，越来越多人站到长公主那边了。第一步棋，我们输了。眼下我要做的，就是扭转败局。我迟迟不回宫，正是我反击的第一步。这个一块。谢谢。没有了，你看，没有粥了，没有了。阿弥陀佛。好像没粥了，这怎么办？兄弟们，我不愿留在这昏君身边，替他继续卖命了。我决定去宁州，投奔长公主的军队。你们谁愿意随我一同前往？我跟你一起去。我也去。连老天爷都不帮昏君，我们留在这儿也只是为他们陪葬。对，带上你们一家老小，咱们一起前往宁州。对，大家都等等，先听我说两句。你是谁啊？我是皇上的妃子，宁贵妃。大家看看，宁贵妃还会在宫外和我们抢粥喝呀！别做你的春秋大梦了，少骗人了，少骗人了！你们要走，我不拦着。我只是有个问题想要问问你们：你们如何知道广定王就是天命所归呢？老天爷亲口告诉你们的吗？先是大爆炸，然后是天火，难道不是老天爷震怒吗？对呀，是啊，对啊，就是天火，你也是亲眼看到的？反倒是我，亲眼见到昨天晚上长公主的叛军四处放火。你不要再说了，广定王如果不是天命所归，又岂会有那么多的能人异士前去投奔他？是啊，没错。听说严大将军有分身之术，还能呼风唤雨、差遣鬼神。就是，他令旗一挥，鬼兵鬼将都来帮忙。就是，他说的没错。就是。严宽那个妖人，他那点把戏，我见过不知道多少回了。大家听我说一下，我认得他，她就是宁贵妃。上次永东门大爆炸是她救济的我们。宁贵妃她是个好人呐，大家都听我说，永东门大爆炸是她救回了我的丈夫。宁贵妃，就算她是个好人，也不代表那个昏君就是好人。对，是没错。他们这些人就只会躲在皇宫里享受荣华富贵，根本就不会理会我们平民百姓的死活。我们没空看你玩把戏，我们现在就要去宁州，我们要升官，要吃饭。对，我们要吃饭。我是宁贵妃，可我也是叶凝之。几年前，我也就是个普通老百姓，我也是一个普普通通只会耍杂技的小姑娘而已。我进到宫中，成为宁贵妃，我就是想要帮助一切需要我帮助的人。你们呢？你为什么要当兵？
难道不是想要保护你的妻儿？难道不是想要保护你的家园吗？而现在，你们却要离开自己的故土，投奔明州，与那些乱臣贼子并肩作战。你要倒戈相向，与自己的兄弟兵戎相见，成为敌人吗？你们甘心成为那个妖人的手下吗？宁贵妃，你或许是个好人，但是兄弟们已经毫无斗志，不愿替那昏君再卖命了。是啊，那昏君朝令夕改，一时说死守燕都，一时又说和谈，我们整天过得提心吊胆的。这日子没法过了。我们要吃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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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吃饭。我们要吃饭，我们要吃饭。这谁啊？兄弟们，在下是魏广。你们之中有很多人，或许从未见过我，也有很多人曾与我并肩作战。我知道，你们现在心中胆怯，因为按照军法，当逃兵是要处斩的。但是我现在告诉你们，没有人能处死你们。军心不振，兵无斗志，纪律无存。这全部都是我魏广的错，要怪就怪我，是我魏广指挥不当，让你们受苦了。魏大元帅，宁贵妃说的对，留下来，堂堂正正做个好将士，妖言惑众，不能长久，邪不能胜正。对，前面是这样，前面是这样，参见魏大元帅，我们等你等得太久了。是啊，是啊。魏广，我沿途所见，都是逃兵。就目前的形势来看，我方的兵力和叛军相比，哪一方更胜一筹？原本我军略占上风，几番折腾下来，如今实力相当，胜负难料。但现在担心也没用了，因为这次的胜负不在战场。原本以为我可以劝得皇上不要废后，但是你尽力了。对了，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嘱咐，竟然直接面对燕州？因为只有这样，才可以接近事情的真相。让我下来吧。小心。其实这次，我是真的害怕。随行的2个宫女都已经遇害，我除了躲起来等待，其他事情我什么都做不了。现在好了，没事了。我当时多担心你落入严宽之手。答应我，要好好爱惜自己，保护好自己。我就是想尽快地揭穿严宽的阴谋，稳定军心，让皇上安心，叫他不要落入废后的圈套。只可惜，我不知道韩城这么快就失手了，是我不对。后来，我就躲在了房梁上，没有人能找到我。你看，我现在不是回来了吗？
贵妃娘娘还像孩子一般，你让我如何放心？别愁了。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自己。我真是拿你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回宫后，你的日子不会好过。皇后被打入冷宫，皇上有意要你执掌后宫，只怕你会成为众矢之的。这一点我心里有数。再不济，我就去学皇后娘娘呗。她对后宫那些女人很是有一套啊。现在让她吃些苦头，也未尝不是件好事。哦，小心我去告你的状哦。你的伤寒好些了吗？那只是骗朝臣的幌子，我身体健康着呢。仗要打，身体也要紧。你也是。待时机成熟，我会立刻回宫。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。你快起来！宁贵妃为大梁辛苦了，唉，哀家有负所托，没能保住皇后。对于废后这件事啊，哀家万万没有想到皇上会如此武断。太后，战事暂时平息，我也希望和谈能够顺利。这姐弟俩不会安什么好心，和谈哪有那么容易？现在只有走一步看一步，只要不再打仗，就是最好的结果。太后，喝点水。哦，对了，班灵儿呢，整日说想念你，就让她再跟你回去吧。班灵儿这次回宫报信有功，就跟回我吧。多谢太后，多谢宁贵妃。严大元帅，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。明日，我会和长姐各乘一辆马车，拉车的会是8匹汗血宝马，而严先生你，会乘坐32人抬的大轿，在200名精兵的保护下，我们浩浩荡荡的入城。不用大费周章，坐寻常马车入城即可。那我们在气势上不是输了？我们这次回燕都要的是民心，我们越朴素，就越能告诉天下百姓，我们在和他们同甘共苦。而昏君大肆铺张，不知民间疾苦，倒是两相比较，百姓自有选择。一切听从严大帅安排。现在天下百姓不知道废除皇后是我们谈判的先决条件，皇上为了顾及皇家颜面，也不会提及此事。总之，明日谈判，你们要记得我的嘱咐。名为谈判，实为抹黑。你还在怨朕是吗？朕真的是别无选择。当时叛军就要攻入城门，朕可以御驾亲征，跟他们决一死战。朕死了没关系，可是朕的那些嫔妃和儿女呢？他们怎么办？还有你，当时你流落在外，生死未卜，朕不能不顾及到你的安危啊！朕知道你心里有隔阂，但这是朕唯一能做的选择了。朕只有顾全大局，才能避免更大的伤害。大爆炸当日你也看到了，民众死伤无数啊！现在只有停战，
不再打仗，才不会重蹈覆辙。所以说，和谈是唯一的选择。皇上总有皇上的苦处。那么臣妾想去探望皇后。你探了又如何呢？你就不要再节外生枝了。求皇上恩准。既然你求朕了，那么朕就依你一次。现在和谈之际，一定要小心。宁贵妃万福。都起来吧。谢宁贵妃。参见皇后娘娘。起来吧。谢皇后娘娘。宁之，就算你没有看到诏书，看到我这身打扮，也应该知道我现在沦落到什么田地了。为何还要给我行这么大的礼？宁之心中，你永远都是皇后娘娘。这几日还习惯吗？有什么习不习惯的？人有的时候就是奇怪，10几年来没有一顿不是珍馐美味，现在尝尝这些粗茶淡饭，倒别有一番滋味儿。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？倒也没什么，只不过这里有的人日日夜夜都在弹琵琶，音调宛若哀乐，真是让人烦闷不堪。还有人对我不大尊重，有好菜也不给我夹。宁之，现在应该是你在这里后宫吧？是。既然你刚才还尊称我一声皇后，那有几件事儿，我希望你能够破例的帮我处理一下。皇后娘娘，请说。我最近身体不适，可否请个太医过来？好。这里人这么多，饭菜又那么少，是否可以为我专门做几样精心的小菜？自然。还有，我那屋里有好多的蚊子，那个蚊帐破破烂烂的。姐姐，你说的我都会帮你办到。你先委屈些日子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。参见宁贵妃。皇上，这是怎么了？皇后在冷宫过得可还习惯？她都说朕些什么了？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，就是皇后娘娘身体抱恙，需要看大夫，还有就是需要改善一下现在的食宿。那她有没有义愤难平啊？有没有痛心疾首？骂朕负心，抛弃结发妻子？当然没有啊，皇后娘娘没有抱怨皇上。她就是有，当着你的面抱怨良多。冷宫的环境，大家都是知道的。皇后娘娘过惯了好日子，过去之后一时不习惯，这也是人之常情啊，皇上。朕又不是第一天认识她了，以她的品性，一定会大肆的辱骂朕。皇上，你到底是听谁在扯谎？皇后娘娘从来没有在背后说过你的坏话，
你不要仗着朕对你宠爱，你就为所欲为。太后，长公主和广定王四处散播谣言，说皇上失德，令天下人唾骂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极力的挽回民心。可是皇上的确是薄情寡义之人，这次皇位怕是不保了。你交代宁芝做的事情，宁芝做不到了。帝王是否贤德，非我等能评述，只求做好力所能及之事吧。我到底是在保谁的江山呢？实不相瞒，宁芝是因为恩情才留在皇上身边的。那个时候，我觉得我应该做我自己觉得值得做的事情。几番为大梁生死，都是因为我觉得皇上是值得辅佐的。只是现在看来，哀莫大于心死。宁芝啊，你要知道，你为大梁几番生死，都不是为了皇帝，是因为你心系万民。太后，这次宁芝真的无能为力了，皇上的败局已定。还没有定，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。你想一想，那些士大夫们最在意的是什么？皇室正统。李公公，娘细作急传魏广进宫一趟，我有要事要与他商谈。是。魏广，太后跟我说，现在我们已经无路可走，为了大梁，她必须要做出一个决定。长公主到！皇上，别来无恙啊！长公主，终于又见面了，赐座。皇上，在谈判之前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岂有此理！他们竟然敢联合起来，污蔑朕，说朕这皇位并非正统。从一开始，他们的目的就不在于和谈，这只是严宽布下的一盘大棋，和谈是虚，抹黑皇上才是实。想不到，朕的胞弟竟然认为是朕陷害他。臣也听闻，当年先帝有意立广定王为大梁太子，皇上心生嫉妒，买通了御厨，给广定王下毒，让先帝误以为他得了不治之症，这才将皇位传给了皇上。如今这个传闻甚嚣尘上，只怕他们已经将这谣言散播天下了。如若你跟他们开战，你胜算有几成？其实开战只是中策。那你的意思是？臣以为皇上应该继续和谈。你想让朕继续去受他们的羞辱吗？再谈下去，事情一定会有转机。什么转机？天佑大梁君主。皇后娘娘，这是特意为您准备的饭菜，以后可别说我们怠慢您了。路妃，能不能先停一停？
我那边有些孤本琴谱，你应该感兴趣。我取来给你，你也可以学学上面好听的曲子。路飞，你听见我说话了吗？我已经跟你说了，让你别弹了，为什么对我的话充耳不闻？我让你弹，我让你弹！你敢砸我的琵琶啊！你好大的胆子！有本事你就杀了我！都别吵了，这要是被别人知道了，我们个个都得挨罚。我19岁就被他打入冷宫，生不如死。如今连弹琵琶也不行了，我还有什么可怕的？有能耐的，你就处死我！皇后娘娘，臣来了。娘娘，您受伤了。哎呀，我刚刚跟那个路飞打了起来，我砸了他的琵琶，他打伤了我的头。娘娘这脾气，还是和从前一样。臣为娘娘看看伤吧。不必了，只是一点小伤。我不是告诉过你不用来了吗？你怎么又来？臣若是不来，娘娘可见不到这些好东西。这里面有酒酿圆子、桂花鸭，还有……娘娘有心事？我方才在想，弹琵琶的路飞屡次挑衅本宫，到底是因为什么？仔细想来，当年他和他的亲姐姐同时承宠，而皇上更喜欢他姐姐的声音，所以他心生妒忌，下药把他姐姐的嗓子给毁了。可这件事和本宫无关啊。路飞也算是罪有应得了，娘娘只是将他打入冷宫，一时宽厚了。就你会哄本宫高兴，不过仔细想想，这些年也的确是没少得罪人。娘娘若无威严，又如何治理后宫？若是旁人在娘娘的位置上，只怕比娘娘狠千倍万倍。娘娘至多是逞口舌之快，却并未杀过人。这宫里的妃嫔们哪个手上没沾过血？所以娘娘不必愧疚，也不必觉得落入冷宫是天理循环。娘娘只是一时时运不济而已，总有出去的一日。朗坤啊，下次来的时候帮我带样东西。什么？带个琵琶，要五弦的，最好是梨木做的，梨木做的琵琶最好。臣明白。皇兄，当年先帝传位于你，大有可疑。只要你愿意将当年涉及此案的所有人员都交出来，我要在这个大殿之上，当着所有文武百官的面，我要开审，然后将这个结果公布天下。无稽之谈！皇太后驾到！儿臣给母后请安。参见太后。刚才哀家听说，
广定王要公开审理先帝传位之事。好啊，就来审一审吧。此事只有哀家一人知晓，审哀家就是了。母后，所有人都知道你更加庇护哥哥，当年就是你帮着他坐上这个皇位的。是啊，慈母多败儿。母后，这回你就不能对我们姐弟公平一点吗？住口！哀家在此，轮不到你们插嘴。民间传言不假，诸多皇子中，先帝的确最喜欢广定王。当年也有朝臣上奏立广定王为储君，可先帝一再推迟议论此事。后来经御医诊断，广定王得了天花不治之症，立储之事也就无人再提。接着，先帝就选定当今皇上继位。等到尘埃落定后，才发现御医诊断错误，广定王的病是可以治好的。母后，堂堂御医，诊断皇子怎会出错？一定十分小心，分明就是皇兄当年和御医串通。你说出这等诛心之言，可有凭证？凭证早就被我这个哥哥给毁了。只要你愿意交出当年的旧人，我一定可以查个水落石出。母后，我跟哥哥同样都是你的儿子，你为什么总是帮着哥哥打压我呀？哀家这么做，自有哀家的道理。无论当年羽翼是否被收买，你都没有资格坐上皇位，因为你身体里流的根本就不是先皇的血脉。母后，你在说什么？当年先帝出征遭遇埋伏，魏延将军来不及救援，当时长平王为护送先帝突出重围，不幸身亡。长平王妃身怀6甲，得此惨讯，悲痛至极，导致难产而亡。先帝对此事极为痛心，于是便决定命人将长平王的遗父子领养入宫。为了让这个可怜的孩子能够得到最好的安排，先帝命上官局将其编入皇子名册，让哀家悉心抚养。这个遗父子就是今日的广定王，所以先帝从始至终也未有过立广定王为太子的心思。母后，你好狠的心，都是假的，你骗我！小雨，小雨，此事千真万确，哀家可以发誓，所说的一字一句皆是事实，否则五雷轰顶。先帝之所以喜爱雨儿，是因为对长平王心中有愧，却不曾想让你这个孽子有了作乱的口实。哀家还有几句肺腑之言。哀家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违背先帝的遗言，但哀家要告诉你们，如果上苍真要降罪，那么混淆皇室血脉一定比所谓皇室正统更令上苍震怒，将自己的子弟送上战场白白牺牲，更是不值。太后，太后，母后，太后，母后。